大家好，我是 Steven， 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前阵子 Steven 安排了一趟东京8天7夜的自助旅游行程，而在上集的内容也跟大家分享介绍了关于城市街拍片的一个实战拍摄内容。那么今天 Steven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主要是针对丰州 TeamLab 现代美术馆以及明治神宫浅草寺，由东京著名的美术馆以及世界2大文化遗产所组成的实战拍摄攻略人文主题与历史古迹篇哦。这次 Steven 同样带着一机两镜的器材来做一个拍摄，那么我们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实战拍摄攻略吧。首先我们来到东京，如果你想要体验有别于一般文青静态的美术馆的话，那你一定要来一趟丰州 TeamLab 现代美术馆一趟哦。东京丰州 TeamLab 现代美术馆，它其实是一个融合了身临其境、沉浸式以及无感体验，加上融合了现代光影艺术创意的一个新形态的现代美术馆，同时也是东京境内目前非常热门的一个现代美术馆哦。那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打卡景点哦。由于在展区内部大部分都是昏暗与光影交织的一个环境底下，因此在拍摄的部分上面拥有一些极高的一些困难度哦。因此在展区内部做拍摄的时候，会建议在比较明亮的一个展区，或甚至室外庭院造景的地方比较明亮的地方，我们才去做一个拍摄的动作。那如果可以的话，建议多选择大光圈的镜头，来减低高感光而产生的一个杂讯品质为较佳哦。在展区里头有非常多的一些光影交织，还有一些互动式的一些装置艺术的部分。那其实 Steven 我会觉得可以借由里面的一些装置艺术啊，或是一些光影的特效来做一个类似像杂志的一个拍摄的一个主题去做一个调色哦。在前往丰州 TeamLab 现代美术馆的时候，强烈建议大家先行上网购买票券哦，因为现代美术馆它入场的部分是一个整点的时段，做一个开放进入，以免你当没有票券的时候，到达现场的时候无法按照您规划的时间点去做一个入场以及参观的动作哦。最后，同时也提醒大家，在去丰州 TeamLab 现代美术馆的时候，请预留2个小时至2个半小时以上的时间做拍摄以及参观的时间哦。来到东京，如果说没有来到2大世界文化遗产明治神宫以及浅草寺的话，别说你有去过东京哦。首先在明治神宫的部分哦，如果要前往明治神宫的话，可以搭乘 JR 的山手线，由原宿站的南参到南口，步行大约5至10分钟的时间，便可到达第一拍摄点哦。那第一拍摄点的部分，其实就是大鸟居以及林荫大道的部分。那同时这边也是非常热门以及众多摄影爱好者会选择的一个路线哦。那在林荫大道的拍摄上面，会比较建议使用拉长焦段的方式去做一个拍摄的动作，这样的部分的话，可以营造人像拍摄或是人文拍摄后方背景一个很棒的一个层次散景，以及一个很棒的一个延伸的感觉哦。
而在林荫大道的途中，我们也会经过第2拍摄点哦，那就是日本酒桶以及西洋酒桶的一个拍摄景点。这边也帮大家稍微科普一下，相传明治天皇当时非常喜欢洋酒的部分哦，因此在这个区域才会有设置洋酒的一个酒肆的部分哦。再穿过整个林荫大道，来到第3拍摄景点的部分哦，那其实会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即视感哦。除了有第2个大鸟居之外，迎面而来的是正殿前的一个大广场哦。那同时也有第3个大鸟居以及神社门楼的部分哦。这边算是一个必拍的一个景点哦。而在这边也跟大家稍微讲解一下拍摄的攻略哦。如果使用超广角的部分的话，那可以拍出一个呈现气势磅礴的一个拍摄手法哦。那如果使用中长焦的一个拍摄的方式，则可以呈现非常好的一个透视穿透感哦。另一方面，在人像人文的拍摄上面，我们可以利用所谓的门楼门框的一个构图方式哦，来带入后方神宫正殿后面非常漂亮而且具有透视穿透感的一个层次背景的部分哦。最后我们来到明治神宫的内殿内部的部分哦，由于这边的人潮以及人流非常的多哦，因此我们建议在这边拍摄的部分，我们尽量去寻找一个斜角的一个建筑物的拍摄，或甚至低角度斜角的建筑物拍摄会比较恰当啊，或甚至找寻一些局部拍照的记录来营造我们所谓的氛围感哦。我们结束了明治神宫的拍摄攻略之后，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浅草寺哦。那我们来到浅草寺，我相信大家都会非常熟悉的2个字，就是所谓的雷门哦。作为东京最古老的寺庙之一哦，那同样跟明治神宫一样啊，都是在东京算是必访、必拍，而且必参观的一个景点哦。那在这边的人潮哦，其实无时无刻都是呈现出一个非常多的一个状态哦，特别是在位于门口的一个第1拍摄点，也就是雷门2个字的大红灯笼哦。因此在这边，在这个点想要拍好一张照片，其实是一个极其困难哦。那我个人是觉得说，如果你真的要拍好这边的照片，可能要天时地利人和，然后等到天荒地老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拍出一张非常完美的一张照片哦。因此在这边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拍摄攻略哦，那就是越早到越好，因为越早到越好，你就越有可能或是越高的几率去拍出比较空景的状态哦。而 Steven 我是约莫在大约早上10点至11点的时间到达浅草寺的部分，不过此时的浅草寺其实人潮应该算是非常的拥挤哦，因此 Steven 的拍摄攻略的话也分享给大家，主要就是说我们可能要避开一些一阵阵的一个进入的人潮哦，去找到一些空档，并且做一个连拍的动作哦，来挑出可能比较完美的一些照片出来哦。在雷门的大红灯笼的拍摄攻略上面哦，那也是比较建议用低角度的拍摄，或甚至使用超广角的拍摄来带出大红灯笼雷门的所谓的一个张力感哦，这样看起来的话会非常的有气势磅礴的感觉。
如果说在雷门这个部分的大红灯笼都没有办法拍出比较满意的照片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穿过我们的门楼，用另一个角度反方向的方式去做一个拍摄的部分哦。那反方向的部分的话，它上面写的字是风雷神门哦。那其实在这个部分去做一个抓拍的，可能会成功率会比较高一点点，那拍出的照片可能也会相对比较满意一点哦。接着我们穿过日本最古老的商店街重建四通商店街的部分哦，那我们就来到了第二拍摄景点哦。那在第二拍摄景点的部分的话，我们其实是可以去做一个门楼的拍摄，也就是所谓的人王门哦，或甚至宝藏门的部分哦。我们把拉长焦段的一个拍摄方式来带出一些人，然后还有一些热络的感觉，然后再加上门楼的部分一个气势磅礴的感觉哦。或是我们也可以使用超广角的方式，换个角度用斜角低角度的方式来呈现出一个门楼的一个张力感，同时也可以把五重塔的部分也可以带到我们的画面里头，来增加我们画面的一个丰富程度哦。最后浅草寺我们来到了本店的第3个拍照景点哦，但是在第3个拍照景点的部分哦，因为人潮会非常的多，夸张的多，因此在拍照上面会非常的困难重重，那几乎是没有办法拍好一张照片哦。而在本店的一个拍摄攻略上面，就是比较建议尽可能拍一些比较局部性的一些照片。例如说手水社的部分，再来就是五重塔的部分，或甚至一些面对着本店的一个拍摄上面，都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哦。当然我的部分的话，也是选择做比较宏观的一个拍摄方式哦，也就是走到本店的一个台阶的最上层，然后往人王门的一个方向去做一个全区域拍摄的记录，这样子拍起来的话，就可以把整个浅草寺香火鼎盛啊，或是人潮热络的感觉，加上一个历史建筑物的部分去做一个融合，会非常的有一个感觉哦。那顺带一提的是 ，Steven 在现场其实有发现香炉顶非常的有一个气氛氛围感，因此我就在香炉顶去做一个主题性的拍摄那拍摄出来的部分的话，效果其实也是非常的好，推荐给大家。最后我们结束了浅草寺的拍摄攻略之后，那大家也别忘了到旁边的手水社去净化洗涤一下身心，然后到本店或甚至本店的两侧都有神签的部分去可以做抽签的动作哦。那在偏店旁边也有贩售驰名远外的大黑天玉手，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前去抢购哦。Steven 在这边也稍微跟大家提醒一下，如果有在浅草寺求神签的朋友，如果说不小心求到了凶签，那也不必太过担心哦，因为在旁边有一个寄神签的地方，可以把你的凶签直接记在上面。那这边的意思等同就是说，把你不好的运气留在了现场，那把好的运气带回你家。因此，如果有抽到凶签的朋友，也不必太过担心哦。透过今天东京人文主题与历史古迹的拍摄攻略分析之后，对于人文主题与历史古迹的拍摄是否更有方向以及概念了呢？Steven 也在这边预告一下下集名胜景区篇那 Steven 将针对东京市区景点以及东京外围名胜景点，诸如镰仓江之岛、富士山河口湖等一机两镜的拍摄攻略去做一个分析哦。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喜欢我影片以及我影片内容的朋友，欢迎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那当然也可以分享给周遭的朋友哦。我是 Steven， 我们下次见，拜拜。